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静。今天为什么要录这个主题啊？因为上一次我们去南投找茬嘛，找茬的时候发现，还是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观念跟知识。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都会把野生茶跟人工栽培茶混在一起吗？大家以为茶就是人工栽培茶，不知道还有野生茶。对，所以这一集最重要，我们就是在讨论野生茶跟人工栽培茶惊人的差别。野生茶是菜那种野菜的概念吗？最大的差别我们就讲了，就是有没有人为干预的程度。就是一个是人工嘛，一个是野生。生茶就是像你说的自然生长，那在自然的环境中，那人工茶呢是人力种植，还有茶园管理，再来是它是密集栽培的。所以呢，刚刚你提到的风味、营养、稀有度、环境影响，全部都差非常多。所以呢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吧。第一个部分，我们聊聊成长环境吧。人工茶是，就你来说，人工茶你会觉得是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？什么样的环境？就是说，你对我们去南投比较靠近，就比较靠近人好移动到的地方吧。对。还有呢？就是人工的话，一定就会比较密集。对，因为他们也方便管理，然后方便采摘啊什么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以成长环境中的成长方式来说，茶园管理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成长方式，因为是茶农会选地栽种，不管它是原来是之前的长辈留给他们的，或者是他们开辟新的地，所谓开辟，可能他本来是种果树，他把果树移植掉，改茶园。那这样的茶喝起来会不会有果树的香味？这个是不好说，不一定，所以还是会影响到。有果味，不是在于茶树移植掉，它是在制成的时候。但的确是，就是你前面种过什么东西，都会影响到后面种的茶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是没错，这就叫做风土味嘛。对，这跟土壤有关系。这个跟比如说我们讲梨山种的茶，喝出来的茶有梨子味，不是。对，误区，我觉得未来我们会再拍一些影片再跟大家讲。所以人工茶在成长方式是茶农嘛，刚刚我们讲到选地栽种。或者是把这个果树移植，或者它有什么树，它去开垦移植，把它土壤整理，再来是它密集管理。如果大家有看影片，大家会知道，某些在种植麦豆，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。其实以我们台湾的绝大部分的茶园管理，高山茶都是密集管理的方式去栽种，就像你刚刚提到的，人工方便采摘，人工方便去施肥，人也比较容易到得了的地方。对，再来就是管理方式是像刚刚我们也提到的，不定期的施肥、修剪。还有病虫害防治，那病虫害防治当然也有，比如说会撒农药，农药是为了要驱虫，但是现在大部分茶农在于农药管理会非常的谨慎，大家会因为有 SGS 的认证之外，大家现在的人都讲究健康，会避开采摘时间去撒农药，等于是农药会有个退散期，或甚至有些很厉害的茶农，他们会用茶园管理，利用种植不同的非茶树类的植物。去吸引或去干扰，对我有认识一个茶农就是这样，他做的茶不是那么好喝，但是他在茶园管理蛮厉害的，他的东西是很自然健康的，自然健康的东西它不一定好喝，好喝的或许自然健康，但有些是利用其他的方式，人为干预的方式，所以我刚刚讲到说，我这个朋友他们是利用一些茶园管理种植其他作物，去让这个病虫害减少，蛮厉害的，或者是他们种不一样的树种，让虫虫去吃这一些。哇，这个方法好。对，甚至他们只能选择1/3或1/2采收，就成本会比较高。对，没有办法，这也是他跟我分享的一些方式。那野生茶呢？好，野生茶的部分呢，就长在山林野地，全自然。对，全自然生长。对，也不好过去带农药过去撒，也不符成本，要背着农药去撒，背着水去撒，这是非常累的。所以就是不施肥、不修剪枝条，也不除草，然后没有灌溉。不除草的概念就是，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现在 YouTube 影片也是很多巡茶人在上面找茶树，那个野生的那个杂草都已经比我们的没有到人高，但有些都在我们膝盖跟脚踝之间，甚至有些到膝盖。那不就很有蛇？对，所以要打草惊蛇。对。这样听起来是不是野生茶喝起来会比较强壮？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是经历风霜的。喝起来比较强壮，说滋味会比较丰富。这个在我们在下一点也会跟大家聊到。OK。所以呢，总结我们来说呢，成长环境。一边是放任大自然去照顾，那一边是用人类用心栽培，所以这是两个最大的不一样。所以这一集我们就到这边啦。喜欢我们的频道的朋友，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跟分享给大家。可以多留言跟我们聊天。对，可以跟大家知道说你们的心得啊，或者是什么喜欢知道什么。不管或许某些部分我有讲的不是那么清楚，或甚至有错误的地方，也希望大家来指正，一起来大家研究交流。谢谢大家，我们这集就到这边，下集见，拜拜。